欢迎来到轰龙兄的频道。各位点进这则影片你对草莓的种植与施肥有一定的困惑。这则影片是我这几年种了10多个品种得出来的结论。很多人对草莓施肥的既定印象就是施什么肥料，然后可能类似什么氮磷钾，会导致什么产果、膨果，然后开花、甜度。今天我要结合网络上的讯息来破解这些迷思和执着。影片后面我会带着各位施肥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草莓园里面一颗很大颗的白草莓。草莓的既定印象，我们第一点，它很吃肥料。对，草莓蛮吃肥料的，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肥料这个东西，我们先从产量开始讲。草莓的产量其实品种的差距，那个影响是占蛮大的因素。你如果本身身高160跟那个150的，你很难再生出那种180的嘛，这就是先天基因上的差别。所以你草莓的产量，你某些大产的，它一次可以榨出30-40朵花。你如果像30朵花好了，你增加个几趴，可能增加个20%，它就可以生到快40朵。但是你如果像那种有些白草莓有些长比较少那种大果型的，你如果开7颗它就7朵花，你增加了20%，就也变9颗而已。品种的影响其实是比施肥还要大的。在我们讲草莓的甜度，草莓的甜度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你体感。它那个酸度要比较低一点，所以草莓的熟度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熟度跟品种会大大的影响甜度。像一般的香水系列，你可以种个7到10度，差不多了。但是像我那种有些日系的品种，那个随便测就是12度以上，13、14、15，甚至有一些更甜的品种再更高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单看甜度，最重要的就是熟度还有品种。像一般草莓在判断熟度的时候，你可以仔细看，草莓外面会先红，它那个花托就是那个荚果会先转红，之后里面的种子就外面的那个果实看起来像种子的那个才会再变红，等到整颗都是红的时候，它才是完全成熟。一般你在采或者外面在卖，大概7分熟就会采下来了。如果种过水果都知道，7分熟跟全熟那个甜度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。关于熟度对甜度的感受的影响，我们来讲酸度。为什么会有酸？就是植物它产果并不是要给你吃的，它是为了要繁衍后代嘛。所以它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它就是需要有这个酸，好让你不要在它种子还没有可以发芽，就是还不够成熟的时候，就把它摘来吃掉。但是很多人种草莓，你看到红了，迫不及待的把它摘下来吃，所以就是你吃到那个酸度其实就会相对高的。但是有时候你去测它的甜度，其实不见得很低。你像麝香葡萄，就那种绿色的，和一般的那种紫皮的那种葡萄，它们的甜度其实差不多，大概会落在18度那边。但是为什么那种无酸的就会吃起来很甜？因为它没有酸味。像那种有酸气的，它吃起来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甜。像荆棘这个东西，你不可能把它种成甜的嘛。但是其实它的糖度，你用糖度计测起来，其实都有9度了。就是因为它的酸度很高，所以你吃起来它就没有甜。所以我再回到我们草莓的品种，你品种的选择就是如果你是追求甜度的，就是要去选一些相对比较甜的日系品种。我们最后回到果实的大小。你草莓果实的大小其实影响比较多的是你草莓植株的年龄，然后还有你的留果的数量，再来还有品种跟施肥有影响，但是并不是影响最大的。你草莓那种产果量比较少的，它的果实就容易很大。然后讲到植株的年龄，有时候像这个，你挂着走茎的时候就会开花了，这个时候你那个果实的大小一定就会比较小颗，因为你植株还没有那么强大，还没有那么健壮，年龄还不够，它就开始生果，所以你的果实就会相对比较小。所以我们果实大小的控制，就是你的气候，然后品种，然后再来植株的年龄。所以我们回到正题，你的草莓想要种的又大、产量又多、又甜的，要考虑的其实是你的品种。
还有你的熟度、气候与环境，最后浇水、施肥，反而是后面的事情。烦恼你的家人朋友，不要看到说什么草莓红了，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它拔来吃掉，那吃起来一定是酸的。要烦恼的是你的草莓有没有生病，有没有长得不好，它的生长状态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，才有办法产出大又甜的果实。你要烦恼你的草莓品种的来源，不要去贪一些比较便宜，去买一些比较没有评价的那种厂商，有可能你买的品种，它寄过来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品种，你自己又没有经验，你根本连看都看不出来。像有些人去买一些日系的草莓苗，一颗80到100，有些更贵，但寄出来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香水，就是那个你种到后面看到果实红了，你自己采来吃，就吃得很开心啊，说我成功种出果实了，然后还去感谢商家。这我就不予置评了。就是对于果树苗木买卖，其实造假的还是很多啊，所以观众自己要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这个事情的真伪啊。那我们关于新手种植草莓，我们不用强求说一定要说什么要多甜，要多大颗。我们新手种草莓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养得活，养活之后再来考虑你要产量多的品种，还是要大果的品种，最后看你还是要拉甜度之类的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实际操作我们施肥的状态，像现在我已经开始在留一些度夏的什么红眼啊、真红之类的。那我们来施一下肥。好，那我们这3个都是可以拿来施草莓的肥料。这个是最常见的，这2个都蛮常见，应该说这些都蛮常见的。这个是最便宜的，我们先从最便宜的。这就是那种火龙果也可以吃，很多果树也都可以用的平均肥。这是430盒粒仔的颗粒状的这种。然后介绍这种，这个也是43号平均肥但是它是可以完全溶解的液态肥，它里面是这种结晶盐它就直接是这种结晶盐类，这是可以100%溶于水的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溶完之后会有一些沙子的颗粒。我们等一下要使用的就是这个上俗的，就是永壮永久，这个是内底上贵的，一包要1000多的。这个是最贵的，然后它也是平均几乎也是平均啊，几乎也是平均肥这是最贵的这3种都是可以施的。这个你一般在施的时候，这个你就大概抓也是1把抓1把。像我今天要用的这个就是抓1把抓1把直接丢到这种20公升的这种桶子，这应该可以抓到2把2把可以抓2把，就这样子抓2把丢进去，等一下我们装水把它装到满。这个就不用，这个我们今天先不用。它们的效果我是还没有实际比较过，我们下一次可以出一个就是使用3种肥料的比较。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先把你植株养壮养好，再来施肥。好，我们翻过了围墙，直接来到我们种草莓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草莓跟施肥我们就先，我这里刚好有这个是刚刚撒了2把的肥料，这个是雨水，下雨的那般的那个雨水，你先倒一点进去，用手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搅拌的拉刷，把它搅散一点。说不会溶，但其实也是会溶到一些，但是它就是底部最后会有一些沙子、一些炉渣。这个是加泥炭，泥炭就是那个燃烧后那个炉渣啦。那没肥，那个就是废料，不知道丢哪里，丢肥料里面而已。像这种43号一包40公斤，大概300多400块吧。永炯那个日本的那一包20公斤可能要破千，那种10公斤还是20忘记了，10公斤吧。那个吉隆的43号好像也是，我打在旁边，我现在忘记了，好像它溶到后面还是会有这
这个就比较溶不掉，但是它那水还是可以溶掉一些啊。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胶，来就让它溶一些掉，把它加到满，这要稀释到满，像这样子把它稀释满。就那个拿这个勺子，一颗浇一下半下就可以了，直接这样子。你要注意哦，如果有开花的，你不能浇到花哦。像这种有开花的，你浇到那个花，你会把那个花粉冲散掉，这样就不好。再浇你就是一样，浇在树的周围就可以了。哦，一样不用对头浇，它的根系都在外面。哦，滚拢伫外口，你压伫边啊，那就夹一点，这样就有用了。像这种铺银胶布的，对准那个洞浇下去就好，因为你这个有稀释啊，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肥伤，这已经稀释过了。这个我之前都有教过，有一些如果有没有溶解的那种没有溶解的颗粒掉到叶子上，你要把它剥掉，因为那个到后面吸收露水还是会溶掉，它会把你的叶子腐蚀掉，太肥了会让你叶子肥伤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超巨大的白草莓，我弄过草莓到现在我还没有遇过这么大颗的，这一颗。这一颗很大颗哦，外面的大果大概就这一颗啦，这一颗的大小，这一颗又更大。我用拍的可能比较看不出来。这个是我们一般那个市售的那个洗选蛋，你看一下，草莓是比这个蛋还大的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大概比对一下那个大小。我就说吧，前面讲到你要草莓的大果什么的，哦，是出自于品种啊，照顾也是有影响，但是你的植株如果养得好，像我这边其实我没有很常施肥。我大概2个礼拜才会加减来这样子给它施一次，而且使用的肥料也会不多，40公斤，你一次用个1-2把，40公斤400块，你可以施好几年也施不完啊，所以就这样子加减弄，好，就这样子浇。我们接下来可能是不同肥料对草莓的影响，又或者是之后的度夏影片，然后。我们底部有我们的官方赖群，你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又或者是你想要买我们的水果，有什么酪梨、火龙果、水梨，明年可能会再出一些奇奇怪怪的，像我们还有什么菠萝蜜、榴莲蜜，有的没有的，这个未来都有机会上市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